快坐一会儿那墩儿丢了。哎呀，看见你们老开心了啊，咱们就算开心了啊。春来欢唱，腊梅吐芬芳。你扮猪吃老虎，我演那个喜羊羊。再来一个呀，那得等明年开春了啊。说一个传统的定场诗，这是传统的吗？定场诗的意义就是让大家安静，但是我们现场的各位安静不下来，因为咱们来就是为了起哄来的，是不是好开心？我都看透了你们了啊。很好啊，这个每次说书往这桌子后边一坐，我就觉得我是个有用的人。打这桌子往外一走，我就差着了。因为干别的也实在是不灵，我老说我是废物，没人相信，真的。人难得就是有知音啊。这个你看这个废物，这先生往这桌子后边一坐，这就是我的领地。大千世界，上下5000年，没有我不敢说的。这些年说了不少书了，因为打小先学的评书嘛。7岁学评书，9岁学相声，80年代末又唱了5年的戏，这就是我的履历啊。这些年也没拿过什么奖，很遗憾啊。行，我赶明儿买个奖杯去。我得过奖，我想起来了啊。有一年我参加过唯一的一个电视台的相声大赛。我跟于谦老师，我印象很深。那个我复赛好像复赛我是第1名，然后到决赛也不怎么给我弄到20来名去了。完事黑幕是肯定是黑幕啊，黑幕肯定黑幕，好像拿了个3等奖啊。好，有这么回。因为又过了些年，我后来因为我跟那个组委会很熟了，我跟他们聊天，我说你们那玩意儿讲理不讲理啊？没事，别闹，别着急，别生气，咱们是哥们儿。又给我做了一个奖杯，写个组委会特别奖。我打那起我再也不参赛，你们天天跟过家家似的。所以说，包括后来孩子们，我们这演员参赛呀，不管是什么喜剧类的什么，去之前我都嘱咐，别太往心里去，啊，它终归它是个节目，在整个节目里边呢，你扮演冠军，你扮演被淘汰的，那又不争房子又不争地，你说你死我活，你犯得上吗？是不是？你玩不起了就有点啊，所以说不重要。不重要。至于说有没有黑幕这个玩意儿，列位有句成语，无黑幕不得云。有黑幕，有黑幕。这个一说一乐，观众们喜欢啊。有时候你真拿一个金奖，拿一个冠军，扭头观众就忘了。所以金杯银杯不如观众的口碑啊。最近呢，德云社还挺忙。因为这个有天津德云社有开张加上我们这几个戏，一个是德云马社，这都快杀青了，拍了时间不短了，还有我们那个北纬6甲1号也在筹备。北纬6甲1号呢是在我们自己的那个棚里边拍，之前是因为房顶子要长高，有耽误工期地面做完之后也得15天，再焊马道，所以这个就是工期一拖再拖，是吧？什么时候能干活了，那就马上开机。今年还有俩电影，是啊，好多人都一听我拍戏都顿足捶胸的啊。这个他是这样啊，你看我们有时候谈事儿我们自己团队的人老鼓励我我们郭老师是有电影情节的，我说你住口。
咱有时候跟平台聊，跟什么别的公司聊，人家愿意高抬我啊，说我有电影情怀，我这呢，我说没有。我说相声说了多少有点成绩，说书观众也爱听，唱戏也能卖钱，我说人生足矣，还样样都好，要疯啊你啊！不可能。有人说那你还霍霍人家电影啊，还糟践人家影视剧，我说没有办法啊。我说关于电影我是这么想的，因为影视圈它跟说相声不一样。这个你看说相声啊，我们认为这个老艺术家张三说得好，就永远所有人都认为张三就是好相声演员。李四差着，大伙儿就知道李四永远是差着，因为他的能耐在那摆着了。我们看过他演出，确实说的不好，他是可以放在明面的。影视圈呢，因为他这不可抗拒的东西太多，而且好些东西是虚无缥缈的，所以影视界唯一的来确定一个人好与坏，是按他上一个戏来说。这行特别奇怪，他曾经啊拍过一个电影卖钱了，哎，这人就一辈子大伙儿认为他是行的了。就这个导演没拍过一个卖钱的戏，就永远他是个棒槌，所以他们老得说这人不灵不灵。我说我就因为这个，我反正这么慢慢往前拱着干呗，早晚会有一个戏让我赶上能卖钱的。哎，那个只要一卖钱，我就能堵你们的嘴。以后再干不干，那看我开心不开心了，不重要。我是因为这个，所以就屡屡行行的，又有朋友，有好多人愿意撺弄，愿意拿钱，咱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啊。咱也不能这么说。你看这次我这电影，这优酷还花了好多钱啊。啊，我一看你花这么多钱，我说我给你录个三国吧。闲话少说，书归正传。就爱说点闲话，一说闲话就勒不住啊，不能说太多了。你说都是说一期都是闲话，回来他平台找我来呢，这期不算钱怎么办是吧？啊，后你们快拉倒吧啊！你要有钱还坐这儿听书。谢谢吧，谢谢各位的支持和鼓励。接演三国，这个三国呀很简单啊，但是呢也很难。简单就在于你不用你编故事，别的说书别的评书都得编故事，还得给人设计各种扣子，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听书得听生的啊，荒郊野外来一书生打这过，咔啦啦一个雷焚开了，里边出一狐狸，狐狸一摇头变成一大老虎啊，哥，这就算行了。他没听过，他老听这后边为什么呢，是吧？生疏，这熟书这玩意儿怎么说呀？这个桃园三结义说出花来，咱不能说这个哥仨跟这儿一磕头啊，来宇宙飞船吧？你多一个环节都不能加呀，鞭打毒油，他能打到哪儿去？对不对啊？所以说三国跟故事没有关系呀。我老说这个话，刚才在后台聊天，那记者采访还问我了，这个怎么弄？我说你说怎么弄，对不对？我说你要愿意花钱8块钱买套三国二手的，你自个儿看去吧。你要说舍不得8块钱上网在线阅读，你也能知道故事。三国听着是闲板啊，全是闲板。你别回上网一搜，怎么这都闲板了？你小点声，人笑话你，知道吗？听三国听的是这个，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熟悉看戏，他愿意看熟的，看个苏三起解呀，看个什么，他要是里边有段唱，他会唱，这算行了。台上也张嘴，他跟底下也张嘴，摇头晃脑的，高兴。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听大鼓也是如此啊，哎，一边听一边跟着拍巴掌、鼓掌，这就是人的乐趣。但唯独到咱们这儿了，难就难在这儿了。它这里边呢有真的有假的。你别看你手里你抻2套《三国演义》，那也不代表是真实的历史啊。人都写了演义了，啊，演义那就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三国志》你也不能完全相信，笔在人手里边呢。他怎么写，他下笔的时候夸谁骂谁，他一定是有自己的思想在里面。但一般来说呢，你说三国都得捧刘备啊，汉室正统嘛，把他搁在这儿匡扶社稷，哎，然后对这个曹操呢，要拿反一号来处理，打奸臣，
哎，这大恶霸、大这个大那个的，你都得如此。因为什么呢？说书嘛，他得分出来反正面，他不能一开篇这好家伙，这个孙刘曹比刘关张还好，那这故事就没有存在下去的必要了啊。这个上文书咱们讲到了董卓、董仲颖。董卓是个厉害主，西凉刺史，进京秦王，其实是憋着谋朝篡位了。在酒席宴前，他说了一个事情，干嘛呢？他准备废了皇上。皇上没多大，少帝刘辩今年才14岁，14岁的小皇上，董卓看着不顺眼，14岁当什么皇上？他准备立陈留王，陈留王9岁。你这讲理不讲理是吧？跟文武群臣商量这事儿，所谓的商量是通知，他权倾朝野呀，跟你们商量一声，其实是客气，我打算废帝。这酒席宴前呢，就有人不同意了，谁呢？荆州刺史丁原、丁建阳。那个场合，都是满朝的文武，各路的新贵。大将军、二将军坐在一块儿，在那个状态下，你站出来说我反对，那就是反对无效，而且对董卓来说太不给面子了，很生气，有打肋下，把宝剑就抻出来了。你说这么高的身份啊，全国来说，其实他比皇上还皇上，他不能说一人之下，他基本上来说，天下就算他的。就在那个时候来说，宝剑抻出来，就奔着丁建阳去了。就在这会儿功夫，发现丁建阳身后站着一个人。前文书咱们说了，三国里边数一数二的英雄，吕布。吕奉先拿着一个方天画戟，方天画戟都见过吧？哎，跟这儿戳着。为什么他要站在身后戳这个呢？信号好一些啊。跟举个路由器似的，这是上文书咱们说了，酒席宴前闹得不愉快，因为吕布在那儿站着，董卓没往前来，但是回来之后心里边别扭，觉得窝火，他窝火，人家丁建阳还不干呢，带着人马在外头排开了，喊董卓你出来，说句老百姓的话，咱们比划比划，你来吧。董卓吩咐一声：“赶紧的，给我备马。”咱们也听过好多说书，也看过好多的电视剧。其实这个备马呀，在两军阵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咱们就说一次，因为这个三国里边涉及了好多备马的事情，咱就不能每次再说了，因为大小战争太多，每次先说备马，咱就干不了别的了马拉过来之后，准备好了。咱们一般形容这匹马好，就说是鞍颤鲜明，这4个字想必各位都听过。鞍是鞍，颤是颤。鞍呢就是马鞍嘛，大家都知道马鞍，但这马鞍不能直接搁在马背上，先得在马背上铺上一块香牛皮，要不然这鞍直接搁马背上，你在马身上这一坐，来回一开打，马受不了。香牛皮先铺好了。上面有一块红毡子，再上面铺那东西叫颤。鞍颤，鞍拿起来就是颤，这颤着在马上铺着，底下是香牛皮啊。为什么都说哎呀这个飞虎颤？飞虎，大老虎长翅膀，这叫飞虎。飞虎颤就是它上面绣着飞虎的这么一块颤。榴莲颤叫绣的榴莲。炸酱颤，那就是炸酱这么一说能听得懂是吧？第六，在上边再是这马鞍，马鞍这儿呢有判官头，有铁骨梁。您看前面这个有一个拱形的铁环了吗？它能拉着它。咱们现在出去旅游去骑马呀，不能让你钻别处，它不有这么一个玩意儿吗？它这个铁板桥呢，它是前后的，前面稍微高一点，后边稍微低一点，也护点腰。人坐在这儿前面这个铁骨梁呢，因为将军开打，他拿着兵刃呢，有时这马怎么办呢？老说小肚子一撞铁骨梁，就撞前面这个，
战马是受过训练的，啊，武将拿肚子一撞他就知道往前冲，啊，这是铁骨梁。还有鸟着环得胜钩是挂兵刃的，这个马嘴上呢，它会挂着4根绳子，2根在上头是手里拉着的，拉着缰绳啊，往左蹬左拐，右蹬是右拐，还有2根顺下去是连着马镫，脚踩着马镫，马镫上有眼儿，那2根拴在马镫上。因为什么呢？你这儿端着枪，你没法拽它，是脚底下指挥方向，左脚踹他知道往这边来，哎，右脚踹是往右边来，是大概这么一个状态。大将军上了马之后，其实标准的状态是在马上站着。记住了，各位啊，不是说像这个似的啊，坐好了端着枪，来呀杀呀，那是外行。他其实是在马上站着，啊，也能使上劲，这是在马上开打。咱们就说这一回，以后再也不说了啊，因为这个每回老说这玩意儿也累啊。这是备好了战马啊，请董卓上马。有人说董卓还能打仗吗？好家伙，董卓是甘肃岷县人，他打小居住的地方跟少数民族交界。那些个羌人的首领跟他最好，他第一是力大无穷，第二来说功夫娴熟，所以说他不是一个你脑子里想象中电视剧里边那个董卓脑满肠肥啊，一个文官形象，他心狠手辣，而且在两军阵前是这份的，这是真实的董卓。上了马，李儒保着来在了两军阵前，外边人家一字排开，丁建阳、吕布就在对面。丁建阳坐在马上，顿足捶胸啊，恨！为什么恨呢？这玩意儿天下事难说，他也是撒邪火。董卓怎么进的京啊？那不是大将军何进请他来的吗？说现如今呐，朝里边乱了。有这个10个宦官大太监呐，祸害天下，啊，这个请西凉刺史董卓，你是英雄，你带兵进京来，咱们一块儿歼灭国贼。但是何进请的不是光董卓一家，他请了好多人，有的就没来，有的来晚了。谁来晚了呢？丁建阳就来晚了。荆州刺史丁原、丁建阳。他来晚了，他到这儿天下太平了。之前什么杀何进他也没赶上，张让投河他也没赶上，小皇上逃亡在外他也没赶上，啊，这宫里乱哄哄他都没赶上。他来的时候庆功宴，啊，风尘仆仆来了，人进门来，请，哦，好，来杯。所以说他心里边他对这个董卓他看不上，咱俩是一个身份来的呀。都是叫咱们来帮忙打群架来的，我来晚了。你看他抢先一步，他来了，坐在上面吆五喝六的，他点菜啊，他负责开酒，他说开哪瓶就哪瓶。我来了，我哎呀，他心里不宣愤。所以酒席宴前，董卓一说废少帝，把小皇上废掉，他才敢站出来说不行，我反对啊。当然了，反对无效。这才回去把兵马拉出来，因为他是各自的部队嘛，人马嘛，把自个儿的队伍列齐了。董卓，你出来，咱俩比划比划。这才有今天两军阵前。董卓坐在马上，不看别人，就看吕布，怎么呢？真爱。好，这个将军啊，威风八面的，太棒了。这个人就这样，你哪怕是，敌对势力啊，他觉得好，他这个状态他就不一样啊，越看越爱看。人家丁原、丁建阳坐在马上骂街了，董卓尔乃国贼也，寸功未立，妄言废帝。寸功未立，你对国家有什么功劳？寸功未立，妄言废帝。哦，来了你就说把皇上灭了。你这就是造反啊！一回头，吾儿奉先何在？
吾儿奉先，我儿子吕奉先，吕布叫吕奉先吗？吾儿奉先何在？擒此董泽。话音刚落，吕奉先手里攥着方天画戟，这匹马离先之箭，奔两军阵前，直奔董卓那方向就来了。《三国演义》的原文说的很简单，并没有说吕布这儿一出来，这边来什么大将，两个人打多少回合都没有。原文上处理的很简单，就是吕布往上一冲，董卓就往下败。这个也很奇怪，按说董卓是主场，而且兵也多呀，但是这好多天下的事儿就是这么简单啊，就是这么设计的，扭头就败。而且这一败不要紧，董卓败出30里去，30里地，各位打北京追着通县去了啊，追出30里去，吕布也没追，就回去了。这晚上赶等回来，董卓坐在这儿直嘬牙花子，4个字儿：心事重重。现如今心里边是2件别扭事儿。第一就是吕布太棒，怎么看怎么好啊！若得此将，天下可得也。我来是憋着谋朝篡位啊，我要当皇上，得有人帮着我，别人帮我不行啊。张三嘴不利索，李四不会唱，王五不会学方言啊，赵六舞台经验太少，怎么也不成。唯独吕布，这吕布要是跟了我，这玩意儿得多棒！恨只恨这样的将军不能到我的手中。哎呀，这是仇。其实这个仇呢，算是新仇，就这2天刚有的。他打进了都城之后，还有一件发愁的事情，什么呢？传国玉玺不见了。就这些日子满处找传国玉玺，您知道，你别说传国玉玺了，您哪位有公司，你单位那章找不着了，你是不是也着急啊？您合同章乱七八糟的，就这一堆章，你没有这个，您这公司干不下去。传国玉玺，这一说这就是和氏璧，大伙儿都知道吧？好极了啊！你们来个代表说一下吧。这个历代帝王啊，都拿这块玺啊得说事儿啊。这春秋的时候，有一楚人，楚国人啊，叫卞和。卞和上山里去玩去，找着一块石头，我这石头太棒，他懂这个，他一看揭皮能看见人儿，说这是一块无瑕的美玉，就把它献给楚王啊。当时这个楚厉王在位，给王子看看吧。这一看，这个是石璞。什么叫石璞啊？就是石头外边有皮儿，这叫璞，有氧化，有这有那个，就是看不见里头。楚王就说这是个什么呀？用一点语言把它区分一下人物。楚王说这是个干嘛的东西啊？卞和说这是块玉啊。那行了，宫里边有那个玉匠，有专家，请专家。专家来了啊！专家一看这个，这看不出来呀。楚王说你仔细看看。我仔细看，它也是块石头啊。楚王很生气，我这一天到晚的这么大的工作量啊，我还得背单词儿，我还得忙活，我还得给娘娘做饭，是吧？这一天到晚的啊，你这个大胆的卞和弄块石头骗我啊！来呀，小小的惩罚一下，就是把这左脚砍下来了。这是真事儿啊！咔嚓一下子砍掉了啊！去抱着你那石头走吧啊！抱着石头回来了啊！没多久呢，来了啊，还是他啊，献美玉。楚王感动了啊！这人很好啊，这说明这个东西是真的呀。还是那块吗？
还是那块儿。你是怎么想的呀？不是我回去想了又想，我看了一看，它就是无瑕的美玉啊。好，请专家，请专家，啊，又来了，专家又都来了，宫里边的玉石类的专家们都来，大伙一块看，看完之后说这个大王啊，这块东西您看表面是璞啊，但如果把它抛开之后，它里边也是璞啊。楚王说：“我有谱啊，我这个人啊。”说你再想一想，你是不是喝多了呀？卞和说没有，说就是好东西，您这专家不靠谱，啊！专家们急了，不能啊，就是我们不靠谱，说明大王有眼无珠啊。大王说的对，小小的惩罚他一下，把他那条腿砍了，啊，咔嚓一下子，右边这脚也切下去了，啊，这回算行了啊，抱着这回去，抱着石头坐在那儿天天哭。哭的眼睛最后都出血了，跟着难过。这消息就传来了，这个楚王说他怎么这么难过啊？叫他来，等着吧。啊，一直也没等来啊。后来大臣说得接他来，他自个儿来不了。哦，那接他来吧。给他接来了。楚王说这个天下被砍了脚的人很多呀，怎么就你哭这么惨呢？别人哭2天就得了，你说你至于不至于？为什么呀？卞和说：“我哭的不是别的啊，我哭的是玉在圃中，无人识宝啊！难道说偌大的天下就没有人知道它是个宝贝吗？”这下把楚王感动了，请专家。倒霉专家身上了啊，都把专家都请来。楚王说：“到底这玩意儿你们看着怎么样啊？”专家们说：“这要想看的话，就得切开它。”哦，那早说呀！啊，那切呗啊！哎，打开一看，里边是一块无瑕的美玉。楚王很感动，没见过这么好的玉啊！说卞和，我委屈你了啊！这个寡人必有重赏啊，赏他一双鞋。这王子太缺德了啊！这是玩笑，这是我瞎说的。就把这个玉留下来，叫和氏璧。这和氏璧呢，就一直搁到楚王这宫里边那么存着，存了400年。400年之后呢，那个楚王呢，他把这块玉就赏给了相国。当年呢，他家里边大丞相叫朝阳，搁了他那儿。哎，这朝阳很爱，在家里开展览，请朋友们来看。在展览过程当中，这就丢了。啊，这东西就丢了。丢了之后，又过了50年。在集市上出现了，哎，葱姜蒜和氏璧啊，都在摊上那儿摆着了啊。来了一个赵国人，这赵国人叫妙贤，妙贤看见了，说这可是好东西，把它买下来之后给赵王看。赵王一瞧，这是宝贝呀，就留下来了。这消息呢，让秦王知道了，秦昭王啊，说这个我们很想要，就跟赵王说要以15座连城。换你这和氏璧，派人去吧。有一个叫蔺相如的，哎，蔺相如抱着这块璧就到秦国去。到了殿上这儿一看，啊，秦王很开心。哎呀，这太棒了啊！文武群臣们，你们都看看，哎，送到后宫，让娘娘们都看看，让厨子们也看看，大伙儿都看看。蔺相如一瞧，这不对劲呢，在我国。就这次这个宝璧出朝，我国的王子沐浴3天，啊，天天的吃素，焚香祷告，才把他请出来。到你们这儿是人不是人，拿手这么扑棱着，这说明15连城换璧是假。一想到这儿呢，哎，出一主意，这个大王，那璧上有一裂纹，您看见了吗？没看见呢，啊，在哪儿了？递过去了，蔺相如抱过来。身后就是柱子，一倚柱子，说：“我看你们呐，换成是假，诈骗是真。今天我决定了，我把它摔碎在这儿。哎，别介，咱们好商量，好商量，好商量也行，也得照我们王子那样啊，沐浴更衣，哎，3天吃素，到最后同着各国的使臣，我才能把它交给您。那好吧，让他先回旅馆。蔺相如多聪明啊！”打发人把这东西包好了，顺小道回国。
到日子在殿上就跟秦王说了，我看出来了，你们是狼子野心，你是不可能把这个15连城给我们的。如果真想的话，我告诉你，你们就把地图先画给我们，我们接手之后，这个币就到了。否则话，今天我死在这儿，没有什么可惋惜的地方。秦王很生气，同着各国的使臣，真把这人杀了呢，颜面扫地。所以说这事拉倒了，又把蔺相如送回去。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完璧归赵啊。但是这个璧到最后成了玉玺，那是还是秦灭了赵之后落在了秦国的手里边。大丞相李斯用小篆在上面刻了8个字，成为传国玉玺。哪8个字呢？云鹤九霄，龙腾四海。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枉费。说的对。我这哄你们玩呢，是吧？好吧，这个又到了说书的时候了啊！喜欢听书是吧？喜欢，都是有文化的人呢啊！太棒了啊！向你们学习啊！你别看我坐这儿说书，您在座的各位文化水平、学历都得比我高。我也不知道你们是在哪儿买的文凭哈，因为现在街头也不让办证了，所以我那个学历证书也不好淘换了啊。也仗着您各位不跟我上令，愿意听我这儿瞎说瞎讲的，诚惶诚恐，我继续努力吧啊！这次录三国我还挺开心的。其实实话实讲啊，开始不愿意录三国，又累又麻烦，还不能瞎说。最重要的是不能瞎说。你要说真是，那你这外边说书，找一书馆，屋里坐满了啊，120人，那你随便说吧，那你是也不用怕谁哈，瞎说。有人指着你不对，你还能跟他矫情。顶多谁要录完了传到网上，你还能找他删了啊！你这个不行啊，这个人平台录完了，人就是搁在网上大伙儿听的呀，所以说还得严谨啊，这个就得多下点功夫。等说完三国之后，咱们就可以说点那个神鬼妖狐的那个，这让我看穿了你们了。你说这哪儿说理去啊？之前在书馆说书也是如此。你说个南北朝啊，讲个史记呀、春秋啊，讲个这个，你费很大劲，你还觉得挺好，人家观众不爱。你跟一说王家庄闹妖精啊，黄鼠狼、狐狸怎样吃小孩，呵，大伙儿开心。这哪说理去啊？谢谢各位吧。这个最近，德云社工作量还很大啊。我要是再有点时间，我可能弄得还细致啊。因为最近一个是天津德云社的开张。再加上这些个影视剧的拍摄，包括龙字科招生之后这些个外地学员的问题啊，这就很复杂。你包括天津德云社啊，天津德云社这要开，眼前最少得开2到3家是不是好惊喜哈？天津德云社原来开过一家，我都忘了零几年，08年、09年。原来开过，也所谓的开过就是跟人合作。天津有一个老剧场，我们一块合作，人家出地儿，我们出人，然后卖完票2家分账，3746我就忘了，反正是。但是干了一段时间并不愉快，网上传说那个没人看，那瞎说每场的录像我都有资料，因为是每周5天津德云社演一场嘛，当年，咱别说好与坏，反正。那天晚上吧，天津听相声的都在天津德云社，所以确实也骚恨，人家小剧场，人家50个座、80个座，卖满了，卖70人，就类似这样吧。我们那会儿天津德云社是个大礼堂，楼上楼下抄起来卖满了，这1、2千人，
可不，那听相声就那点人嘛，那个年头啊，这屋一满了，人那都休息了，所以说很遭恨。但是后来就觉得有问题，账上有问题，因为他卖票嘛，剧场卖票，卖完票他给我们结账，到今天他的账都没结清楚。而且一开场之后灯一黑了，他服务员往里边带人，你比如说80块钱一张票，他50块钱他给你送进来8个，啊，坐那儿，他敛钱，你管他，你找经理说，经理还带200人进来呢。所以说就一直没再干下去，后来就拉倒了。真是到今天，有的账都是死账，对不上，这一晃10多年也就拉倒了。这回还行，这回天津这个好几个区，都跟我们聊过。另外在天津，包括什么西青啊什么的，还准备做影视拍摄基地，有这么600-700亩地，准备盖一盖，弄一弄，还行吧啊，这不。不耽误啊，这不是憋着以后还要把影视弄一弄嘛哈，有一个堵嘴工程啊，挺好啊，挣钱不挣钱的图一乐呵吧。人呐，这刚才就记者采访我，问我有什么雄心壮志，我有什么雄心壮志？待着不也得吃饭吗？人不得干点什么吗？成与不成那是另一回事儿。哎，这就行了。跟屋躺着，你到点为了坐起来吃饭去嘛，就行了。人总得有点事情做的啊。还有当年我们在那个陕西也有德云社，陕西当年也开过，也是跟天津德云社前后脚，后来也不做了。人家也是一个100年的那个老剧场，唱秦腔的剧场，也是2家合作，人家出剧场，我们出人，这个3746一分账，反正就是稍微吃力点在哪儿呢？你比如说，为什么北京城里边我们好几家小园子呢？就是这儿演完了，他这几个人往那儿赶，一趟马路的事儿就过去了。但你要在陕西的话，你这单有一帮人在陕西，你不能说陕西德云社这帮人演完之后当天咵改了南京德云社，他赶不过去。就后来就不演了。当然后来我看就是自媒体把这解说的可热闹了，说什么被谁迫害了。让人同行排挤了，导致演不下去，那瞎说，咱们奉公守法，好好的经营业务，对吧？你这公安部门来了，咱们守法；税务部门来了，咱们纳税；工商来了，咱好好经商，对吧？你这卖泡馍来的，我来一碗就完了呗，是不是？还能怎么着？好多人说那不对，那是因为你德云社在陕西都没人看。我说那8000人一场体育馆怎么有人看？200人小园子没人看，咱别抬杠，没有意义。所以说短期内呢，就是先把天津这几家先开，然后现在山东德云社也在盖着呢，在盖着呢。它那个风格不一样，你看天津这几家竟是那个老园子，古香古色的，山东济南的那个是在市中心盖了一个大楼楚天楚地大楼，也是几十亩地，然后楼里边有7个剧场，这是山东济南那个山东的7个剧场。对，有山东德云社，有山东麒麟大舞台，有说书的永安书场，唱地方戏的丹桂戏院，就类似这个，还有那个沉浸式的喜剧的舞台都有，当然了，我有时候也挺爱看自媒体们这个编故事，一点小玩意儿他给你翻了花的说也挺好，谁不都得活着嘛，不容易，挺好。天下哪有什么对，哪有什么错，都对也都不对，就这么简单。闲话少说，书归正传。上回说到哪儿了？正文你们记不住，要一沾闲玩你们这个能耐大了上回说到和氏璧了不是为了要占大伙的时间，是把事情得说明白了。找这传国玉玺，什么叫传国玉玺，对吧？它是由于和氏璧，最后上面是8个字儿，有这8个字儿，就是当时的封建社会的帝王。哪8个字呢？去！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这8个字儿，过去来说，谁手里攥着这个，谁就是皇上了就一辈儿一辈儿的往下传，当间丢了好多回。你包括秦始皇拿着它，
坐着龙舟过洞庭湖。哎呀，走到这儿，哟，这个水啊翻腾起来了，这是不是底下有龙王啊？啊，湖底有龙王不开心呢？秦始皇把这玉玺啪扔里边去了。过去讲究这个嘛，说有这就镇住了。你慢说这个那个，咱们民间传说什么县哪儿哪个府里边闹水灾有水怪，最后怎么办呢？都找县衙，县太爷拿那印章，咵盖一张，扔到里边去，拿这个来镇着点，说这东西辟邪。何况皇家玉玺呢？秦始皇那个咵就扔去了，扔之后扔在水底，那年头哪儿找？但是8年之后被人捞上来了，啊，又送给朝廷。反正打这儿起就一辈儿一辈儿的，每一个正统皇帝呢都得有他，没有他叫白板皇帝，就是您这是假的。这过程当中呢就很复杂，你包括王莽篡汉的时候，啊，派人去找这个太后要这个玉玺，啊，太后拿起来骂了一顿街，啊，人家骂街是用文言骂啊。反正就是抒发胸中的不满，到最后这玉玺往地上啪一扔，摔了一个角。王莽接过来之后，找那个能工巧匠把这角用黄金给镶上了。打这儿起留下一句民间俗话：有钱难买金镶玉。老说金镶玉，这叫金镶玉，黄金镶的玉玺啊，这是经常的丢，上下5000年，玉玺是经常丢，很奇怪。咱们等多的要是有时间，咱们就说这块传国玉玺，每一个朝代它都出现过，也都丢过。但是按照民间的说法呢，就是非得有那种仁义天子在的时候，它才能出现。哎，这东西只要一没了，说明这王子要完啊。最后出现好像就是溥仪被赶出紫禁城的时候，打那之后，这东西就一直丢了。反正各朝各代，哎，一会儿出来一会儿没了，一会儿出来一会儿没了。咱也不知道是哪个魔法师在做法啊。那么这次董卓进京之后，先搜玉玺啊，这是凭证，你得有合同章，有了公章，你才能说法人是你啊，对吧？但是没找着，因为那天袁绍、曹操带着1000羽林军在皇宫里边杀了一个乱构，各位你都记着吧？然后这个大宦官张让他们带着2个小朋友从皇宫跑出去，皇宫就乱了，遍地是死人，烟雾腾腾，火光弥漫。在那个过程当中，这个玉玺就找不着了。什么时候出现才能再拿回来呢？列位您再稍微等一等，等到曹孟德挟天子以令诸侯，这块玉玺又出来，重归汉室。稍微再等几集，好不好？但是这个事儿，董卓他是不知道啊。董卓犯愁啊，这没有这个东西，说不过去啊。你说我自个儿来罗贝再刻一个，也不像话呀。本来心里边这些日子就因为这块玉玺很犯愁，又加上了吕布，哎呀，这么好的人才到不了我的手里边。这儿倒上闷酒了啊，喝着心里头别扭着。旁边是他的谋士，叫李儒。李儒聪明啊，真是灵。他是董卓的智囊团，而且是说什么听什么，言听计从。旁边看着他，扶持就乐了啊，说您这个心里边莫非有要事在怀吗？哎，李先生，我想的是那吕布吕奉先，若有此人，何愁大事不成啊？些许小事，何足道哉？那意思您这个有点犯不上了，这是小事啊。先生即将安出，即将安出，现在没人这么说了，什么意思呢？你有什么好主意啊？你有什么好主意？你说说吧。当年人讲话，即将安出啊。咱们有人跟吕布是同乡
可以让他顺说吕布前来归顺。哦，哈哈哈哈哈哈！此公何人也？哪位高人呢？说是谁呀？李儒乐了，虎贲中郎将李肃。说的对吗？对。这个李肃呢，跟吕布是发小，老乡，打小还就认识，那有这么个交情。好，快请他来共谋大事。请去吧。到那儿就叫来了，那还不简单吗？是吧？你以为说相声之间来喝酒，今儿没工夫，明儿再说吧？那个睡着的输着液也得给你抬来，别说输液，没有腿也得给你搭来啊！卞和先生就是前辈啊。虎贲中郎将李肃来了，这儿进来深搭一躬，好，快坐，哈哈哈哈哈！李将军，闻得将军与那吕奉先是同乡吗？啊，是啊，我二人乃是同乡。您那意思您要干嘛？哎，关见奉先文武双全，英雄气概，可叹不能为我所用啊。哦，哈哈哈哈，这不叫事情啊，不叫事儿。我与吕布乃旧相识，又有乡里之情，我们是老乡。你看这话说的，老乡见老乡，背后打一枪，打完一枪再泪汪汪啊，有乡里之情。我跟您这么说，吕布此人有勇无谋，见利忘义。我去找他去，一定能够顺说他降顺董公。哈哈哈哈哈哈！董卓高兴了，怎么呢？这8个字的评语太讲究了，有勇无谋，见利忘义，这人性不定得多次了。你想去吧，啊，很勇敢，那确实是嘛，两军阵前多大能耐呀，很勇敢，没有谋略，没脑子，而且见利忘义，那个给块饼就投降了，啊，这是个形容词。说我去，我说了去，好，担责一件。哦，将军请讲。闻得董公有一骑宝马良驹赤兔，愿将此马顺说吕布。就我不能空手去啊，给他别的他也不在乎。您有匹宝马，赤兔马，那个年头对大将来说，给马就比给黄瓜强，因为他是大将。这都不挨着，这都啊，让你们把我气糊涂了啊。因为那会儿大将军全靠这个，一个是兵刃，他冷兵器时代啊，他骑着马快呀。那会儿要有机关枪，谁要赤兔马呀？对不对？坐3轮车来机关枪，那就厉害了。一说赤兔马，董卓还犹豫了一下，那意思怎么值不值？你别回来这马送去了，他骑着马就跑了，他骑着马再追我，追得更快啊！你看人不得不多想嘛。略一沉吟，这撩眼皮，看看李儒。李儒呢，微微一笑，那意思给他。为了大将舍一匹马，马去了，把他就驮来了，那不值吗？李儒聪明啊，太灵了。要不到后文书的时候，吕布刺董卓的时候啊，没有人看出来董卓要死，就他看出来了啊。当然那是后文书了。好嘞，董卓说这样啊，这个赤兔马呀，送给他。另外呢，你再带去一份礼物。欲带一条黄金1000两，再带上点珍珠去，这个可以了，各位啊。这个东西
尤其对吕布这种见利忘义的人来说是最管用的了。因为说这都说了，爱小便宜了，喜欢这个。你要说来个董卓签名照，这不管用，那不管用。东西准备齐了，李肃带好了，回去准备，转过天来去见吕布。吕布他们在外边安营扎寨，头天不打起来了吗？在外边安营扎寨呢。李肃就来了，来到切近，人家有巡夜的兵丁啊，干什么的？啊，口号，云鹤九霄，龙腾四海。这老有这个啊，我知道他什么口号啊？进来吧，这儿过来了，一说找谁啊？面见吕将军，对他演讲，有故交李肃求见。哦，小兵丁赶紧进去了。好，啊，说有故交见您。何人？说叫李肃。哦，哎呀，快请。这儿站起来，由打这儿就迎出来了。果不其然，哎呀，仁兄，是您，快请。高兴，老乡嘛，人都讲乡里之情。你包括咱们现在，不管您到哪儿，山东、山西了，出了国了，一碰见一说老乡，马上就觉得很亲近。你看旁边那主儿跟你那地儿离着20里，就觉得他是外人，啊，这是人的这个很正常的一种思维。进来了，落座。哎呀，咱们得喝点吧。来，把酒也倒上了，把菜也摆上了，哥俩聊天。好久不见了，这个仁兄现如今这身富贵可是不简单。吕布啊夸李肃，为什么呢？一看这状态这就不一样，要背着麻袋来了就差着了啊！这身富贵哎呀，不值一提。小兄我区虎贲中郎将。虎贲中郎将，这东西对于吕布来说诱惑力很大。哎呀，把狗都叫来了。就这一个态度，李肃心说行了，啊，这事儿啊10有8九就没问题了啊！来，请，这儿喝着聊着说闲白啊，这个好久不见了，兄台今日为何所来呀？他聊到最后也得问最近忙什么呢？您找我有事儿啊？这是很正常的啊。为何所来呀？奉先呐，奉先，先帝，我为义气而来。列位，这就要开始害人了。哎，你看这个玩意儿啊，您记住了，无论哪位上您公司跟您谈业务去，一进门干嘛了？我跟您讲，我是为了情怀要找你，你一定要加倍小心。因为这个东西是藏在心里边的，他只要说出来就是名利的事情，啊！我为义气而来，哼！吕布还挺爱听哦。你看呀，要不说他上当呢，他是必有原因。为义气而来，很感动自己，啊，很高兴。这看着，是这样的。为大将者，吾有宝马良驹，如损双足。就是这个大将军，你这没有好马，就跟没腿是一样的。我今天来特献龙驹一骑，骑就是骑呀，骑马的骑，多音字儿，搁在这儿呢，得说骑。哎呀，一骑良臣啊，一骑马，2头驴，3口猪，是这个意思啊。龙驹一骑，就是我给您送一匹马来。好，现在何处？现在帐外。来啊！奉先，随我来，带着出来。什么东西能够打动你，你就容易被什么东西击败。很简单，你比如碰见于老师了，你告诉我哪儿烫头烫得好，那你要跟我说这个，我能给你退出去，我用得着吗？是吧？啊，你要跟于老师说，他就哪个师傅啊，能烫什么花，怎样，对吧？这就是你跟高峰，你得说什么相声怎么着了啊？唱快板的如何了？哪儿卖竹子了？他准跟你去，一筐一个准儿。这就是对病下药嘛，啊！出来吧，来了外边一瞧，哎呀，太棒了！
宝马良驹，这个身上啊，这个毛啊，红扑扑的。有人说有那么鲜艳，您去看去，啊，马咱们有呢，枣红马，它比普通的马的颜色还要艳，浑身上下一根杂毛都没有，头至尾够丈2，蹄至背8尺5，细蹄寸，大蹄碗，唐脖吊肚，安颤鲜明，往这一站那就不一样。这个好马啊，跟那个英雄是一样的。比如咱们看人也是，这一帮人站在一块儿，一定有一个让你一眼打上，这种不一般。这就是气质的问题。有的呢，他怎么捯饬，怎么穿，往上一摆活，你看那样，你也知道他好不了。啊，这东西瞒不了别人，看眼神，看状态，看他这个感觉不一样。马也是如此啊，有那个马往这一站，你看着就是驴肉火烧的命，对不对？他熬到头了，他会拉磨，可不就这个呗？但这个就不一样。宝马呀，尤其为大将者，看见这个馋的不行了，到跟前来，一拉着缰绳，左脚点蹬，飞身上马，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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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一圈。这也正常，就跟咱们现在似的，送辆自行车，你不赶紧得跑一圈去吗？是不是？回来得夸，哎呀，宝车呀，宝车呀！你也没见过什么。这一圈跑下来，吕奉先再下来，哎呦，爱的不行了，深搭一躬，兄台，哎呀，这个愧不敢当啊！哎，宝马赠与英雄啊！来来来，快请饮酒，快请饮酒。就觉得感情上又升华了一块。俩人进来了，酒又温了一温，又添了几个菜，坐着聊天吧。如果说没有马，哎，就是普通聊天。你要拿人东西了，你从情感上就觉着欠缺人家点什么。你看人都是如此啊，对不对啊？哎，是聊闲天，哎，说闲话。吕布也是没话搭个话啊，这一晃，咱们多少年没见了？您挺好的，哥哥，我挺好的啊。令尊身体也不错呀。吕布乐了，哈哈哈哈，兄台你喝对了，哈哈，你没喝多少啊？你怎么糊涂了？我怎么糊涂？我父亲早年去世。刚才说还问我爸爸身体，我爸爸早就没了。哎，我说的是丁刺史丁原丁建阳，那是吕布的干爹，也是他现在的顶头上司。我问你爸爸好，说你这干爸爸好啊。我说丁刺史啊，端起杯来喝了一口。不说自己叫不啊，不也是事出无奈，这就是吕布的不对了啊！人家说什么了？你爸爸好，哪怕是干爹，你爸爸好啊，好，或者怎么着，还身体不好，或者睡觉了，都是句话，谁问你了？对不对啊？你来这么一说，哎，我事出无奈，我问你了吗？对不对呀？这叫什么呀？这就说明他人品有问题。你这一下你就彻底把自己交代出来了。那个李素，那叫李素，他不是吃素的呀，那心里边乐的都开了花了都啊。哦，这得顺着杆爬呀，给节骨眼了。贤弟，以你现在的能力，你这身能为，确实是屈尊人下。我顺着你说，你不是说你事出无奈吗？你这没办法，有苦衷。是啊，你确实你能力太大，你比你爸爸能力还大，你这么大能力，你干嘛跟他呢？这不顺着你说吗？哎，吕布啊，越听着这话越顺。对，我确实能力很大啊，我怎么能让他当我爸爸呢？那你问谁呀？那不是你的事儿吗？对吗？这就看出这个人的品性来了。哎，天下大乱，
我也是万般无奈呀，还得说我无奈。凤仙，你看看小兄我，区区不才，我尚且是虎贲中郎将，我跟您比，我比不了。现在我还是虎贲中郎将，超过你多少倍？这话说的都往心窝里边捅刀啊！我这么大的能耐，我没这，哎呀，哎，啊，罢了，哈哈哈哈！兄台啊，说不出什么来了。李素挺高兴，贤弟，此处也没有外人。小兄认为天下英雄此时为董公儿，就是现如今就是董卓最厉害的。哎，奈何我无有捐爱之功，这是吕布的原话啊！我无有捐爱之功，涓涓流水的涓，哀尘埃的哀，我没有一滴的水，一点土的功劳，这叫捐爱之功。我无有捐爱之功啊，我投报无门呢。啊，这话说到这份上，李肃乐了，随身带着一包袱，把它打开往桌上一摊，黄金千两，这是一堆啊珍珠，旁边还有这个董卓特意让他带来的礼物啊，都摆好了，往这儿一放。凤仙，你看看这个啊，兄台，这算何意？凤仙，董公爱才爱贤，倘若你有意投奔的话，我愿做你引荐之人。哎呀，兄台，这使得吗？使得使不得都在你，奈何你还有义父丁原呐？哥哥等着，我杀了他。